那昨天呢 Config.UI 做了一个更新，那这个更新呢是因为纹生图里边的一个大事件，那就是 Stability AI 呢新发了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.5 啊。那我们知道 SD3 出来之后，在业界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所以说呢这个 3.5 呢其实人们有很多的期待在里边。Config.UI 作为主流的纹生图的工具呢，也特别早的去支持了这个模型。那这个模型生成的效果我们大致的来看一下啊。那么首先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那也就是说这个模型生成的图像并不比 Flux 要好，就是你从精细程度，从整个的构图，我们都不能说它能超过 Flux。那它主打的是什么呢？它主打的是美学，就是它整个图的美观程度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待会儿我在做一些实例的演示的时候呢，你是可以看到的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看一下怎么使用 SD 3.5 来构建一个工作流，使它生成的图像质量达到最高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 blog 啊。首先你对整个的 Stable Diffusion 3.5 呢需要有一个认知，它目前发布的版本的话呢，大概有两类啊。第一类呢我们称之为 Large， 第二类呢称之为 Medium。这样我把它翻译一下啊。这个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，就是 3.5 Large 这个是有81个参数的。另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个 Turbo 模型。Turbo 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涡轮增压模型，它主要是使用比较少的采样步数啊，一般是4步就可以生成高质量的图像。另外呢 Medium 呢，它整个的这个参数呢会少一些，就是只有26亿个，相对于80亿可能就要少一些。那到现在呢 3.5 的 Medium 版本那其实还没有出来，它会在10月29号呢把这个模型给推出来。那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，但是纹生图的社区里边呢已经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在做了啊。首先呢，就是如果你要是使用标准的 3.5 Large 的版本，这个需要的显存还是比较大的。据说有些人测试呢可能需要23G 的显存，这个我没有试过啊，不太清楚。有人可能说16G 也能跑，这个呢你最好自己试一下。这个如果你想用较低的显存去生成这个图像的话呢，其实可以采用 FP8 的版本，而不是 FP16 的那个版本。我们需要下载一些我们的编码器啊，你注意，第一个呢是 Clip-J， 第二个 Clip-L，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5 的编码器。如果你要是 FP8 的版本的话呢，是可以用这个去替代的。那每一个的话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个下载的链接。比方说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FP8 的版本，那我们现在打开它，这是它模型的链接。你最好呢先进到这个 ModelCAD 里边看一下，这个没有太多的描述啊。那我们再进到这个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，那大家看到啊，有用的呢有两个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模型，它的大小呢大概是在15个 G 左右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工作流，你可以把这个工作流给它下载下来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修改。那么下边呢我们就下载这个工作流，我们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了，然后呢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。那你拖进来之后呢，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啊。大家注意，这个编码器呢有3种组合，第一个就直接用 T5 的编码器，第二个呢是用这个 Clip-I 和 Clip-J 进行编码，第三个就是使用3个编码器啊，一个是 Clip-I， 一个是 Clip-J，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T5。那我建议大家还是用第三个。那这个模型的话呢，就是刚才你下的模型。注意啊，一定要放在 Checkpoint 里边，不要放在 Unite 里边，因为它自带 VE， 所以说呢这个 VE 我们需要同时给它加载下来。其实你看下面的流程就很简单了啊，一个空的图像，然后正向提示词、反向提示词和我们的采样器。好，下边呢我们简单的调整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调这个 IJ 呢，我这里边都有啊，大家看一下 I， 这是 J， 然后这个 T5 我得改一下，改成这个 FP8 版本的。另外的话呢，我把这个宽高也给它改一下，我们把它改成横版的1280乘以720。别的呢其实不用去动，待会儿我们再说微调生成比较好的图像应该怎么去做啊。这儿呢我们先来生成一个，这个采样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。
那这个是一个 Config 里边常用的一个示例图片，就是把一个星空放在一个瓶子里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美感还是很到位的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就是它生成人物到底怎么样啊？那我们来看一个提示词，下边呢我们还用这个提示词啊，就是女孩旅游的一个照片，而且呢我们会将脸啊什么的都显示出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粘上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我们现在就看到了一个照片啊，那我们可以把它 fix 一下，再生成一遍。来看一下，那这个照片大家会发现呢，其实我们还是说它的精细程度，你去跟 Flux 去比的话呢，我们并不能够说 SD 3.5 比 Flux 生成的要好，要更加真实，没有这样的明显的感觉。但是你注意，它整体的美感，那的确是比 Flux 要好的，那就是它更具有梦想一些啊，不是说完全是一个写实的这样一个模型。虽然女孩呢也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构图啊，人物的一个状态，其实跟 Flux 来讲的话呢，还是要更美一些的啊。那这个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。那这是它一个默认工作流的状态啊。下边呢，我们来说一下工作流的优化啊。为了方便我去调整的话，我现在把这个改成一个竖版的720×1280，这样的话呢，人物可能会远一些。好，下边呢，我们直接来再生成一张。现在呢，我们得到了一个女孩啊，应该说呢，整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。下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很多改进的意见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这个 Model Sampling 这儿，在这儿的话呢，是直接连过来的啊。很多人呢会借用 Flux 的一个处理方式，会类似的用 SD3 的一个 Sampling 来串联这个模型。实测之后呢，它的质量是不是会更高呢？你注意我这儿是 fixed 的啊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它 3.0 应该跟默认的是一样的吧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改一下，我们改成 2.5， 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有没有变化。那我们 2.5 之后，大家会发现这个人物呢就清楚很多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建议呢大家还是用 2.5 的一个方式。调的再小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啊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试啊，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理论上的支持啊，就是加了这个节点之后，我们通过测试可以发现它的确可以让图片变得更清楚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优化的手段，就是反向的提示词其实是可以写的。这个呢也有很多大神呢提出来的一些方法啊，比方说呢，我们来写一个 bad image。或者叫 worst quality， 我们再来一个 blurry 啊，你这样去写直接可能去跑的话呢会有问题。这种 transform 模型呢，它对于负向提示词呢其实是不敏感的，就像我们的 SD3 和 SDXL 一样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加了之后呢，它其实对图片也是有影响的啊。其中呢有一个大神呢也是说这儿需要加一个节点，就是反向的这个 SD3 的 negative conditioning 啊，就是让它小一点。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让整个图片变得质量会更好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背景的细节呢也就会更多。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，可以让你的负向提示词起作用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优化手段。第三个呢就是采样器和采样步数啊，采样步数至少得是28步的采样啊，再小是不行的。那30其实略微有点不足，你可以调到40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采样器的话呢，可能 PMPPRM 会更好一些，这个呢你最好自己试一下。我只能说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结果，它是怎么去做的啊。来看一下，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就会更漂亮一些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 AFG 的值其实可以调啊，在现在是 5.5 的话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面部有这个崩掉的这种迹象，你可以调的稍小一点，但是大概是在 5.0 左右啊，比方说我们调成5。但是你会发现SD3 的采样速度比 Flux 是要快很多的，它可能由于是 Stability AI 这种
母公司它发布的这个模型，所以说呢，可能整个的性能会更好一点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呢会更加自然一点。这是我常用的一些设置的方法，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尝试别的啊。那么这个编码器呢，我一般就是用这个。下边呢，我们测一下其他的这个图片。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：森林当中的美丽女孩，优雅的，并且是仙气飘飘的。那我们把它换到这个提示词上。我们先看竖屏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整体的美感还是不错的。同样呢，还是像素点不够，会导致它的脸呢会崩掉。那你可以修复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再试一个。我这儿有一个叫一只蝴蝶飞向了女孩的手掌，那我们试一下它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。但是当你切这个分辨率的时候呢，可能你得到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啊。比方我改成1280×720，看一下啊，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Flex 和这个 SD 3.5 呢，几乎都有这样的特点。你注意这个手呢，形态上来说可能要好很多啊，但是反的。这个很多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啊 ，Flex 很多时候生成的这个手呢也是反的，但是整个构图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它另外的一个算是比较大的问题吧，或者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手的问题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特点啊，它可以非常好的来做这个人物风格的融合。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佬做的一个示例的啊，我就直接照搬过来给大家说清楚。这个 SD3 在这种情况的构图能力是很强的，大家注意，这个是一个迪士尼的人物啊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冰雪奇缘里边那个人物，这个是一个写实性的，那我们可以把他们俩放在一起。而这个提示词呢，其实写的也比较简单啊，说这个是一个融合了写实的和一个 3D 动画元素的这样一个图片。然后这个写实的是一个20岁的中国的男孩，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冰雪奇缘里边那个公主的角色啊，他们是在一个咖啡馆里边，然后是在一个暖冬的早上。另外呢，这个照片呢是有一些自拍，或者叫抓拍，而且有一些梦幻啊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写实的，除了这个女孩之外啊，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，那这就是我觉得 SD 3.5 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。那我们再测一下另外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，那就是它对文字的表现怎么样。那我们试一下，随便写一个提示词啊，那我们来生成一个提示词，那就是一个女孩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 SD 3.5， 那我们来生成一个提示词，看一下啊。这就直接粘上来，看一下它对文字的表现有没有问题。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因为 SD3 其实呢已经解决了文本的问题了。所以说呢，在生成文字方面，我们觉得 3.5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。来看一下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效果。这个脸呢还是有点怪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小一点啊，给5。这个就说不上脸不好看了，因为把脸给挡住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总体上来看的话呢，它对文本的支持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那你怎么去用到这个工作流呢？其实呢，你要注意啊，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个 ComfyUI 更新到最新版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是我更新到最新版还是出错的话，那注意你的 Touch， 就是我们在安装 PyTorch 的时候，我们会装 Touch 和 CUDA 嘛。那我们建议你的 Touch 呢一定是 2.5， 大概是这么一个版本啊。如果再小的话，这个有可能有问题。很多人反映啊，这个我没有碰到过，因为我现在呢是 2.5 的一个 PyTorch 的版本。那如果说你升级了，它还采样出错，尤其是采样出错啊，这个你就可以去试着升级你的 PyTorch。那如果 CUDA 是118的话，你还可以
给它升级到124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说了大概这么几个关键点。第一个，你怎么去把这个环境给它搭起来？另外，你怎么去优化这个环境？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展示了这个 SD 3.5的一个美感的表现，包括展示了它在这个现实和动漫人物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，并且呢，我们看一下它文字的表现怎么样。这个模型绝对叫新鲜出炉啊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尽快的去尝试一下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